高中女生为揭开父亲离奇死因，加入了极其危险的毒品集团，开始了她的复仇之旅。这是继游戏热潮之后，10月 Netflix 的强档新剧，可以说是韩国影视界的一次大胆尝试。主角伊智友是个超级有天赋的运动员，但他的父亲是个被通缉的罪犯，使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受到警方的密切监视，还因为父亲涉毒的谣言遭到全校孤立，被人叫做毒女，仿佛社交上的死刑。在一次大型比赛现场，不仅遭到同学的嘲笑和讥讽，还不得不忍受独自一人打羽毛球，被老师迫使转学，独自忍受所有的侮辱和痛苦。但人总有忍耐的极限，所以他决定反击，用恶作剧粉末狠狠地扇了欺负他的人一个耳光。别以为我好欺负，以为我是软柿子吗？终于爆发，收拾完这些讨厌的同学后说，你还想逼我退学？算了，我自己退学好了。发泄完了所有的怒气，干脆连那些讨厌的警察也顺便对了一顿。发泄完毕，是时候闪人了。很快，他利用出众的运动能力甩开了所有问题。虽然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，但心里还是很想念那天走失的父亲，毕竟谁不是自己的小公主呢？他父亲给挚友买了生日礼物，但一看到就火冒三丈，于是一脚踢开了礼物。接着挚友收到了爸爸的电话，爸爸打来祝他生日快乐，但他根本没心情庆生，只是埋怨爸爸让他变成了受害者，独自一人承受所有痛苦。最后冷冷地说了一句，我不会再等你了。这句话冷酷且尖刻，深深刺痛了东迅的心。作为一个在逃通缉犯，他必须保持隐秘，但女儿的话让他难以保持冷静，于是他让泰州离开，独自急匆匆地赶往女儿的地方。他知道那里有警察盯梢，他绕到后面加速行动，击倒了2个监视女儿的家伙，擦掉身上的血迹，拿起送给女儿的礼物开始敲门。就在父女即将团聚的时刻，一个黑衣人悄然跟随而来。出于保护女儿的本能，他下意识地抓紧了门把手，尽管他手里有匕首，但对方手持枪支。爸爸死死握住门把手，决心不让女儿受到任何伤害，而只有焦急万分想要打开门去救他的父亲。东迅最后身中2枪，受到了致命伤害，但他还是用最后的力量折断了钥匙，隔着门对女儿说了声对不起，希望她能原谅他。不久，东迅便断了气。当挚友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已经失去了父亲。在东迅的葬礼上，黑帮大佬带着手下来悼念。挚友虽然想找出凶手和真相，但他没有回答，只说他是黑帮老大最信任的朋友兼兄弟，并且说挚友的老爸其实是个好爸爸。这说明挚友的老爸和黑帮老大的关系就像电影《新世界》里的李子成和丁青那样，他们是生死之交，超越了普通友谊。最终挚友向父亲告别，还记得父亲曾承诺要带他去美丽的海边享受生活，但事与愿违，美好的期待最终只能成为回忆。挚友不肯就此罢休，于是到警局大闹一场，质问警方为什么不继续调查，让罪犯逍遥法外。但警察因为证据不足而停止调查，也反问挚友，他和父亲最后一次通话说了什么，让失踪3个月的通缉犯突然出现在家里，还责怪他没有让父亲投案自首导致悲剧，这让挚友感到更加自责。既然警察无能为力，只好找到老爸的铁哥们黑帮老大。一进入对方的大本营，就感觉到这里非常危险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前，希望长辈能帮个忙。黑帮老大名叫崔无镇，是韩国数1数2的顶级老大。他理解挚友想复仇的心情，但觉得挚友想亲手报仇还太稚嫩，因此直接给了他一些劝退的建议。挚友毫无准备，只得草率结束。那天晚上，一个黑衣人再次敲响了他的家门，被阴影笼罩的挚友显然被吓坏了。看到那人的脸后，他退缩了，但愈想愈是气愤，为什么自己没勇气为父报仇？最终他拿起武器追了出去，但已经太晚了，那个黑衣人已经消失了。挚友却并未放弃，开始冒险，在街头巷尾张贴寻人启事。这些告示最终被黑帮头目看到，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了伏线。挚友接到了一个自称知道凶手的电话，电话中要求他带钱去指定地点。天真的挚友轻信了这个电话，他带着葬礼的剩余款项和一把匕首出发了，没想到被骗了，对方只是个贪财的小混混。挚友因此再次深刻体会到社会的险恶。当对方发现她是女性后，起了歹意。挚友虽然奋力抵抗，但无法抵挡众多敌人，最终被打晕。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塞进车里带走了，但很快那些混混发生了车祸，正是黑帮头目前来解救。他迅速制服了那些混混，并救出了正在尝试逃跑的挚友。看到他的勇敢，崔武镇因为旧情给了他一个机会，既然想报仇，他首先需要变得更强。于是崔武镇把他带到了自己的训练营挑选小弟，这里聚集了很多忠于组织的打手和小混混。挚友即将开始他的苦修，对挚友来说，
这无异于进入了狼窝，但因为是老大带来的，所以没人敢太过欺负他。随后，打手都江才把他带到了宿舍，告诉他现在只能做杂活，还说这里只是个起点，表现出色就能加入组织，登上人生巅峰。这也是都江才的野心。挚友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这里不仅有排挤，还有混混的各种骚扰。他在反抗中也受到了猛烈反击。没有人知道，就算有天赋也难以成长。于是黑帮大佬出现了，开始对他进行特训，告诉他要变强的真谛，不只是想着如何赢，而要想着如何置对方于死地。告诉他无论多练，也难比男人更强壮，因此要依靠技巧，学会攻击敌人的要害，比如太阳穴下巴和心口，以及其他致命点，通过实战训练确保他能进步。老大亲自示范拆解技巧，点到为止的教学方式，挚友逐渐领悟，小灶开得好，功夫不得了，并快速成长，从固定目标过渡到与实战对手交手。时间推移，一场关键的牢笼决斗开始了。混战中，荷尔蒙在战斗中飞扬，大家都拼了命地往上爬，最后只剩下野心勃勃的都江才。正当他就要享受假期和那1000万韩元的奖金时，别忘了还有坚不可摧的伊挚友。为了各自的目标，他们开始了单挑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，挚友赢得了冠军，败给了比赛。于是想对挚友下手，偷偷在他的水里下了迷药，并且在他的怂恿下，带着那些卑鄙的帮手。当挚友昏迷时，他们闯进了他的房间，意图不轨，但药量可能不够。挚友在半清醒状态下抵抗，意外打碎了父亲的骨灰盒，这让挚友勃然大怒，一怒之下严重伤了帮凶。就在都江才想动手杀挚友的时候，崔武镇及时赶到，制止了他的暴行。敢动我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看在以前看中你的份上，现在给你选，是丢脸还是丢手货脚？都江才本以为能够混过去，没想到惹上了大麻烦，立即跪地求饶。敢动老大的女儿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，不杀你已是大恩，必须做出选择。你既然没觉悟，那我来帮你决定。直接在都江才的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疤痕，也为后续剧情添加了悬念。接着，泰州心情复杂的试图说服挚友退缩，因为他失去了一名得力的手下，他曾也是东训的部下，这让他感到十分矛盾。但他觉得父女俩都太过感性，不适合黑道生活，而挚友显然不会就此放弃，所以他坚决拒绝了。在老刀的安排下，挚友来到了一个小酒馆，这是东训和崔武镇常光顾的地方。闲聊和缅怀过去之后，他透露了真正的目的。从此，挚友不再寻求治疗，他决定改名换姓，成为吴慧静。这样做的原因是，因为黑帮决定对杀死东训的人无限期追杀，而用的武器居然是警察配枪，所以他需要彻底改变身份，潜入警察局内部，寻找凶手的线索，并为父报仇。这对他和老大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，因此他开始精进自己的技能，为复仇之路做好准备。几年后，他成功潜入警察局，老大也警告他，背叛组织意味着必死无疑，但只要他忠诚，组织将全力保护他。就这样，他很快成为重案组的核心成员，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，慢慢靠近嫌疑重大的毒贩，利用街头假接吻避开敌人的视线，巧妙躲过了其他帮派的注意。然后他告诉队友请求支援，自己则冒险深入敌阵。猪队友很快被黑车带走了，但车里坐的是同行的缉毒队，他们正在执行一个筹备了半年的大行动。与此同时，缉毒组的成员在扮演毒贩，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揪出幕后老大，而勇敢的挚友紧跟其后。他到了交易现场，却不知道缉毒组在执行任务，随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。挚友的突然出现，立刻让缉毒组的计划落空。他们迅速开始逮捕嫌疑人，嫌疑人很快就被抓了。但挚友的突然介入，让缉毒组的人非常不高兴，于是现场开始了互相指责，直到挚友收到上级的劝阻，他才暂时释放了嫌疑人。但这让他在缉毒组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同时，在另一个地方，两个黑帮激烈交火，凭借崔武镇的强大力量，很快分出了胜负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他都不会放过背叛者，直接把敌方老大塞进车里，接着是车震和烟熏，直到把他玩死为止。另一方面，挚友一直想加入缉毒组，而奇怪的是，缉毒组的组长车旗号就是之前出现在他家门口的那个黑衣人，但不清楚车组长是否真的不知道他的身份，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。他对干练的挚友很是看好，因此同意了他转到缉毒组的请求。他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崔武珍，表示复仇计划很快就要完成。崔武珍也对挚友说，10年前就是在这里，他的父亲伊东训救了他。这样一来，挚友知道了，崔武珍完全支持他的复仇。看吧，这和李子成与丁青的关系很像。
缉毒组终于有了一些线索，最近的毒品都来自一个名叫芒果的头目。就在这时，挚友正式成为了缉毒组的一员。以全州道为首的缉毒组显然对挚友这个新人不太满意，所以在抓捕芒果时给他设置了障碍，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了挚友。但对挚友来说这已经不新鲜，面对小喽啰的阻挠，他处理起来轻而易举。全州道他们等了一会，心里开始着急，担心新手会吃亏，于是立刻采取行动。结果一进去就发现挚友已经自己开辟了一条血路，让缉毒组的人都惊呼可怕。当他们冲进大本营时，挚友已经显露神威，直接将嫌疑人芒果抓捕归案。全州道原本想让挚友见识下缉毒警察是如何办案的，没想到最先找到毒品的是挚友。他们开始对芒果进行调查，同时一个新兴势力开始推销自家的毒品，背后的主使正是4年前被踢出组织的都江才，他正在策划一次黑帮界的大革命。与此同时，挚友化名为吴慧静，向崔无镇汇报了芒果和新药的动态，通过警察局的情报资源挖掘自己父亲当年的案件，得到以下线索。案发那天，一名神秘的蒙面人进入了现场公寓，最后见到东巡的是东山派副队长郑泰洲，凶手使用的枪支是警用枪械，而且其中1颗子弹来自于毒品搜查组的车旗号警卫何金泰旭警长。案发当天，缉毒组在武山开展了抓捕毒贩裴正九的行动。裴正九正是之前被杀的黑帮头目。另一方面，崔武镇得知有人趁药品短缺，试图用新药替代并控制帮派，立刻派人调查自己的手下，并稳住所有主要买家及大客户。在挚友这边，缉毒组突然行动了，会前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。挚友后来才知道，这次抓捕的目标是他的老大崔武镇，这表明警方在黑帮中安插了内线。因此了解到崔武镇的动向和计划，挚友想要马上通知崔武镇，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就在崔武镇前往海上窝点检查毒品的同时，缉毒组也围捕了崔武镇。每个缉毒小组都装备了监视器，记录作为证据。挚友想提醒崔武镇，难度增加了，难度不小。这样一来，缉毒小组分成几组，开始接近窝点，尽量悄悄地清除路上的障碍。很快的，挚友看到了崔武镇在窝点盘查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他选择了先暗中观察。不久，全州道也来到了现场。在战斗中，监视器意外坏了，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刑警。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，帮助黑帮撤离清理现场，提供了关键的帮助和时间。挚友为了显示忠诚，先一步把枪对准了队友全州刀。崔武镇目睹了这一切，随着火焰和爆炸的蔓延，崔武镇和其他人成功跳海逃离，使得缉毒组的突袭失败了。突袭最终以失败告终，开枪的8成是挚友。吴慧进入车中，组长想弄清楚是谁开的枪，让队员开始寻找和调查。挚友为了洗清嫌疑，主动找到那把可疑的手枪。崔武镇气得不行，他知道里面肯定有内奸，泄露了消息。副手泰州开始怀疑，为什么他们没收到挚友的通知，这让崔武镇开始怀疑，所以他暂时不接挚友的电话。与此同时，车旗号收到缉毒组的消息，所有人都没有开枪的迹象，但他仍然怀疑，因此开始逐一检查该小组的配枪，这让气氛变得格外尴尬。通过询问全州道挚友和宁挚友，才明白真相。原来崔武镇是韩国最大的贩毒集团，抓捕他也是理所当然的。采取突击行动是为了抓获持有证据的现行犯，但因为挚友的搅局行动失败了，因此车旗号组长被领导痛斥了一顿。挚友在聚餐时得知此事，车组长之所以如此冲动，是因为几年前他的一个晚辈被毒贩杀害。挚友终于联系上了老大，并告诉他黑帮内部可能有内鬼，在大本营里有内奸安装的秘密摄像机。挚友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，他在现场已经做好了果断行动的准备。他开枪掩护崔武镇撤退，因此他绝不可能背叛组织和老大。剧情中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伏笔，就像新事件那样，警察和黑帮内部都布置了内奸，互相渗透。撤旗之后，他们发现的是已经去世的伊东迅，大胆推测，伊东迅很可能是警方安插的卧底。在挚友的提醒下，崔武镇开始排查，并拆除了警方安装的摄像头，这再次证实缉毒组很可能有内鬼。为了找出黑枪的来源，车组长准备将其交给科研所调查。与此同时，都江才也在准备启动他的革命。他的第一步是直接带队突袭了东川派的训练营，接着是一场生死搏斗，泰州的新手们全军覆没。都江才为了复仇，砍伤了前队长的手臂。可是当挚友和警察赶到的时候，都江才已经不见踪影，只在训练营留下一句“我回来了”，血书宣战。警方最初没有找到任何证据，
毕竟这属于帮派内部的斗争，东川派不会提供任何线索。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挚友为了核实老大的安全，也出现在了现场，这引起了全州道的怀疑。都祖的来意很简单，就是想添油加火，激怒崔武镇，希望他采取行动。基督组终于找到了都江才的线索，这个重要发现，车组长的猜测是对的。崔武镇为了黑帮的荣誉和复仇，正冒着巨大的风险，召集了自己的手下。挚友得知车旗号想坐山观虎斗，打算坐享其成，立刻告知崔武镇这是个圈套，黑帮老大的位置并非易坐。虽然他想树立威信，但他信任挚友，因此暂时撤销了计划。车组长知道警方里有内鬼，所以透露出有黑帮想要反叛，实际上这是个陷阱，他想看看会有多少人上钩。副手郑笨舟首当其冲，他收到了含有新药样本的秘密信件，随后挚友开始跟踪车组长，想找出内奸，所以扮作用。而车旗号站在街边当作鱼饵，接着郑泰州出现在车队长附近。挚友原本想立刻弄清楚内奸身份，却遭遇了全州道的埋伏和取证。经过一番挣扎，挚友勉强逃脱了现场，开车假装经过，确认了现场的车队长和郑迷舟，因此误认为泰州是内奸。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崔武镇，崔武镇信了挚友的话，开始怀疑郑理事，故意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态度，但这其实是车队长的陷阱，因为泰州收到的那张纸条正是车队长给的，内容关于都江才的假线索。与此同时，车队长开始注意挚友，让全州道特别留心。不久，黑枪的调查结果出炉，车队长和挚友几乎同时得知。车队长随后向上级报告，这把黑枪是之前杀东逊的武器，而且这是崔武镇设的局来陷害他，因为崔武镇认为这是警用枪。这里设置了伏笔，我们待会儿再讨论这个。挚友得知结果后，询问黑枪持有者宋俊寿是谁，他会根据车队长的回答，决定是否刺杀这个有嫌疑的队长。但车队长告诉他，宋俊寿已经死了，还说是被东川派来杀的。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挚友犹豫不决，所以他直接去问崔武镇，这事是否是他们做的。崔武镇直接否认了车旗号的说法，他说那完全是车旗号在胡说八道，因为他们的组织从不杀害警察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肯定有人在撒谎。挚友暂时还分辨不出真假，于是他决定亲自查个明白，开始调查都江才和芒果的事情。全州道也悄悄地跟在他后面，他其实很想信任挚友，直接出现并警告他不要违背组织的命令去独自调查。随后他们便开始团队追踪芒果。与此同时，崔武镇常去的那家小酒馆也变得危机四伏。他们在监视期间确认了都江才和芒果的接触，但他们不知道已经被发现，被都江才设计围捕了。崔武镇首先遭到袭击，但他早已识破敌人的计谋，果断出击迎战，狠狠打击那些扰乱他清梦的混混。挚友和全州道也陷入苦战，孙武镇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最终还是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，并找到了都江才的下一步行动。而挚友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挚友之所以暴露，是因为芒果无意中暴露了监控视频，这让敌人知道了他的位置。都江才一刀砍伤了挚友的大腿，并把他们锁在车里，想让他们活活被压死。就在他们快要绝望时，崔武镇冒着巨大的风险赶来救援，最终由于机器故障，他们得以逃生。他们都侥幸地保住了性命。崔武镇大难不死后，听说泰州怀疑挚友，他不由得生气，因为他非常信任挚友的忠诚，于是严厉批评泰州的无能。全州道和挚友有过命的交情，自然完全信任他，因此和车组长闹翻，更积极地调查都江才的线索。为了给队友报仇，东川一派也在疯狂地寻找都江才的下落。重伤的挚友梦到恐怖的回忆，好像他总是和父亲隔着一扇门，这证明他被困在复仇的过去，渴望而不敢奢望的自由未来。醒来时，发现全州道陪在身边，他和挚友有相似的命运，都是为了复仇，踏上这条危险的路。只不过他复仇的对象是杀害他妹妹的所有毒贩，而挚友复仇的对象是杀父仇人。挚友伤愈后回归正常生活，很快接到崔武镇的电话。崔武镇担心都江才被捕会危及挚友，因此安排他前往海外，在海边房子里住下。但挚友心系未了的大仇，决定冒险一试。车旗号为了掌握确凿证据，开始监听，查看挚友的手机通讯记录。挚友没想到的是，竟然遇到了熟人，对方还直呼他的名字。但当对方看到吴慧静的警牌时，立刻装作若无其事，同时为挚友提供掩护，找个机会跟挚友私下聊聊，没有泄露挚友的真实身份。但挚友性格急切，直接追问对方的用意，问为什么要为自己掩护。对方说揭露身份对谁都没好处，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尽量避免麻烦。
对方还透露，5年前处理他父亲案件的正是车崎浩本人。之所以不揭露挚友有其他打算，原因很简单，这名刑警已经染上毒瘾，为了封口费向崔武镇索要毒品。他未料到，崔武镇为了封口，命令手下将其勒死，然后丢进大海。这暗示崔武镇对挚友撒了谎，因为他刚刚杀了一名警察。挚友得知都江才打算偷渡的消息，立刻告诉崔武镇，但谁也没料到，都江才为了偷渡成功，竟愿意帮警方逮捕崔武镇。忍无可忍的崔武镇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亲自解决都江才。为了保证后方稳定，让郑泽州负责看家。这也间接显示崔武镇很看重他的副手。三方很快会面，警方占了便宜，但并不打算放过都江才，因此一直不接电话。崔武镇的人也陆续到达，一见仇人，双方怒火中烧，因此毫不犹豫地开战。车组长在一旁观战良久，然后才开始逮捕和围剿。都江才边打边逃，与崔武镇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斗。所有人都到齐了，所有人包括挚友都集合完毕。本来都江才不是崔武镇的对手，但因为最后关头的一时大意，被敌人突然袭击。幸亏挚友及时赶到，立刻护送老大撤离。这时挚友本应立刻杀死都江才，因为一旦都江才告密，没人能够幸免。车崎浩以为抓到了崔武镇，却被突然来到的泰州支援队伍解救。全州道原本是来劝挚友不要冲动，但压力迫使挚友不得不开枪，带走了都江才。崔武镇在桥洞下车，拿到了一个安全的手机，不顾一切来到了一座小庙。这里有他的老朋友，来这里是为了休息和恢复，避开风头。一方面都江台被杀，挚友还在应对剧烈的压力，背负了都江台命案的不幸，心神不宁。他没有被抓捕，说明喜欢他的全州道没有举报他犯下的谋杀罪，反而来安慰挚友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和挚友是同一类型的人，所以他非常关心他。他认为挚友杀死都江才，是因为都江才是他一直在找的复仇目标。挚友使尽浑身解数来掩盖真相，原来是都江才曾对挚友下药，并试图对他不轨。男主也相信了这一切，所以就更不可能去报警了。剧情到此一转，终于到了揭开所有谜团的时刻。随后挚友收到一封写着他真名的密信，这封信竟是杜江临终前发出的。都江才想临死前拉几个垫背的，于是把真相告诉了挚友。原来挚友的父亲伊东训其实是警察，是潜伏在东川派里的卧底，这和阿布德大胆预测不谋而合。他父亲的真名其实是宋俊寿，正是车队长提到的那位5年前被杀的老妖警察，是东川派杀害的警察。再看都江才临终前那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以及他寄来的密信，都在证明真正杀害他父亲的人8成是东川派。就在这时，崔武镇联系挚友会面，挚友性格直爽，直接把照片交给崔武镇，质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是警察。崔武镇承认他知道一切，但他解释说伊东训最后救了他，并加入了他们的组织，所以劝挚友不要被误导和动摇。这时全州道的调查也到此为止，但一个和尚告诉他这里没外人来过。挚友此刻完全懵了，仍然不知道谁在撒谎。如果崔武镇说的是真话，都是因为东训背叛了他们，车组长才决定干掉那个叛徒。挚友只要找到车组长一问便知，就能确定该信谁的话了。此刻车组长因抓捕崔武镇失败，跟全州道一起喝闷酒，他也在纠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，于是向州道求助。如果你找到杀害你妹妹的人，但手上又没有确凿证据，这时候周围又没有任何监控设备，他问州道会怎么做？你会直接动手杀了那个人吗？以前的话，全车道肯定不会犹豫直接动手，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宗教教育，加上车组长的开导，他说他会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，抓住那个罪犯，因为这就是车组长一直教导他们的。车组长虽然表面上同意，其实自己也在疑惑正确的选择，否则他也不会在这里喝闷酒。同时崔古镇察觉到挚友开始怀疑，便命令泰州杀掉车旗号，留下零证据。正当挚友去找车组长时，神州道已经把车组长送回家了，但泰州已经潜伏在那里。车组长受了重伤，泰州也受了些伤。事情发生的一刹那，泰州趁机逃出了挚友的视线。正当挚友保持警觉时，车组长开枪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正面对崔武镇的追随者，所以他只能自卫反击。挚友也顾不得那么多，直接追问他是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背叛，所以才派人来灭他的口。车基浩听后也是震惊万分，原来吴慧静正是伊挚友，他是东信的千金。得知消息的周道赶来了，挚友别无选择，只得带上车组长给的东西离开。通过车组长的证据，我们得知伊东训本名宋俊寿，原来是警察安插在帮派里的卧底，已经成为帮派老大的心腹。
身处险境，一直到现在，崔武镇使用的打火机也是东训送的礼物。直到来到都江，他才知道这个秘密，并告诉了崔武镇。崔武镇为了验证真伪，查出东训是警察的确凿证据。东训一直在暗中将帮派的机密文件传给警方，挚友手里的文件正是他父亲作为警察提供给警政厅的情报报告。无论是证据还是车组长的诉说，都证明他父亲一直是卧底，而不是黑帮成员。这意味着杀害他父亲的一定是崔武镇的人。除了证据之外，还有父亲留给他的亲笔信。信里写道，虽然他希望作为父亲见证他的成长，但可能当你读到这封信时，他已经无法见证了。挚友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崔武镇一直在欺骗他，还把他当做了工具人利用。他非常后悔，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。这情节宛如现代版的北方的阿信，在怨恨自己的同时，他发誓要让崔武镇付出代价。为了理智，他用打火机彻底销毁了东山派的纹身。车组长虽然重伤，但没死。崔武镇得知了这一切，知道挚友已经掌握了真相，于是准备派人来杀人灭口。挚友也有同样的想法，但对方先下手为强，直接在他家将他堵截。但挚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他挣脱束缚后开始反击，最终独自反杀了对方的打手。二当家郑泰州也来到了现场。挚友曾以为是他杀了他父亲，但从泰州处得知，真正的凶手是崔武镇，因为崔武镇要亲手处理所有背叛者，亲眼看着背叛者的最后时刻。为此，挚友开始与二当家激烈战斗。经过一番搏斗和刀剑交锋，他终于击败了二当家泰州。正当警方得知崔武镇的情报时，崔武镇竟直接来到警局，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他来之前可能不知道泰州已经对挚友动手，他来这里也是为了试探挚友，想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真相，以及他是否还忠于组织。之后，挚友得知崔武镇被带到警察局后，立即赶往现场，冷冷地告诉他不要抱希望，你们潜伏的卧底已无用武之地，因为抓你的证据十分充分，任何卧底都救不了你。一番讽刺之后，挚友离开了审讯室。室友意识到这次他离开可能永远也无法再见到一直关心他的周，因此感谢他一直的陪伴，然后找借口离开了。挚友直奔政务室，取走了崔武镇犯罪的证据。这边警察局也因此大乱，因为发现挚友的车曾多次现身案发现场，因此他的嫌疑很大。崔武镇以为挚友仍然忠诚，但挚友心里想的是，既然不能在警局动手杀崔武镇，就得把证据销毁，等崔武镇出来再亲手解决他。挚友这么一搞，他在警局已无立足之地，势必成为共犯和嫌疑人。因为警方证据不足，崔武镇得以逃脱。所有事实都显示，全州道被挚友晃得团团转，因此陷入迷茫和后悔。没错，一切祸根是崔武镇。直到他看到二当家的尸体，才明白挚友已经变心，之所以放他出来，是为了向他复仇。而他也明白无需费力寻找，因为挚友迟早会主动找上门来。在挚友采取行动前，他来到了已故母亲的墓地，把父亲的骨灰也安置在这里，这让他深切体会到父亲的心情，因此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愧和悲伤。同时，通过消失的骨灰和线索，周道发现了挚友的位置。就在挚友准备复仇的关头，被全州道撞见。在一场激烈的追逐后，最终抓捕了挚友。作为嫌疑人和罪犯的挚友，成了众矢之的。全州道再也不信挚友说的任何话。不过，崔武镇决定必须和挚友有个了结，派人到警察局，以挚友受伤为由将他送往医院，趁机将他劫走。挚友在医院意外遇到了熟人，那是医生的助手，是挚友以前救过的女孩。车组长苏醒，把吴慧近视送挚友的事，以及伊东训是卧底警察的事，全部告诉了周道。在他震惊之余，挚友在助蛇的掩护下准备逃跑，尽管途中遭到前队友的阻拦，但他们根本不是挚友的对手。就在挚友准备开车去复仇的时候，被及时赶到的全州道拦下。他阻止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他不想看着挚友去送死，而且即便复仇成功，他也会因为杀人被判刑。在他劝说挚友的同时，崔武镇的手下也赶到了现场。随后，全州道凭借高超的车技，成功摆脱了崔武镇派来的追击。剧情随即急转直下，全州道带挚友来到了海边，因为他明白，挚友只有在海边才能感到放松。在海边的小屋中，全州道向挚友表白了，他不仅喜欢挚友，还希望挚友能依靠他。导演这里为了不浪费长时间铺垫的感情戏，在挚友复仇前安排了一场恋爱和缠绵。不论挚友是否有心情，剧情突变为浪漫爱情戏，这无疑影响了紧凑的主线。崔武镇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，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能理解的。崔武镇从未背叛过兄弟，却一再遭到亲信的背叛，自然感到悲伤和失落。他问黑帮老大，没有像丁青那样
在关键时刻将帮派交给了亲信李子成，而是选择了面对背叛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我们不能否认，崔武镇真的想把兄弟的女儿，也就是挚友，培养成黑帮的得力干将，来补偿自己在兄弟情感上的投入与缺失。但在旁人看来，这位黑帮老大的执念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，而挚友和泉州道的甜蜜戏份，你可能觉得只是导演的奇思妙想，所以随意加入了感情戏。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帮他寄刀片，先压后扬。黑帮律师觉得老大疯了，东川派基本完蛋了，赶紧逃跑吧。与此同时，泉州道终于说服了挚友，和他一起前往警察局，通过正规程序逮捕崔武镇。然而，车祖常独自喝酒忧虑，是选择耐心等待，还是抓住机会？在机会来临时，毫不犹豫地出手，确实是先压后扬的策略。本来挚友直接去找崔武镇就行，现在挚友又失去了理解他的人，和他深爱的人。我的刀片呢？刀片呢？我得给导演寄刀片。而剧情的支线，并不只在改变主线命运，而是为了加强情感和营造氛围。挚友最终还是回到了复仇的主题，独自一人前往崔武镇的大本营。挚友孤身一人挑战最终 BOSS。此时挚友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，在绝不开枪的原则下，一女挡关，众敌皆倒。在最后的大战前，碰到了一个功夫高手，挚友显然不是对方的对手，被逼至绝境，开枪将功夫高手击倒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本来说好这颗子弹留给崔武镇的，最后挚友冲到了崔武镇面前，而对方也一直在等这一刻，等待这一时刻。到了清算所有恩怨的时候了，崔武镇和挚友终于正面冲突。已经精疲力尽的挚友，战斗一开始就处于劣势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近战后，双方疯狂地交换刀锋，场面比狼人杀更加血腥。挚友身中10余刀，崔武镇占据压倒性优势，每次都能轻松反击。于是他又挥出了一刀，这和开头的设定呼应。那时崔武镇让挚友刺他，这真是个大伏笔。原来他真的是那个凶手，当时挚友还不知情，因此只能吃哑巴亏。这里的伏笔是，枪里根本没子弹。最后挚友一刀直取要害，终于结束了崔武镇为父亲和所有的仇恨报了仇。挚友的复仇终于达成，这场景是收官剧集的最佳时刻。复仇者的结局通常都很凄凉，可能是命丧街头，但结局出乎意料的完美。挚友不仅全身而退，还实现了与父亲的梦幻联动，最终挚友复仇成功，完美落幕。作为大结局，虽然有些梦幻过头，但这是韩剧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全部内容。